上个世纪末，初创公司谷歌的搜索引擎永远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25年后，这家如今的科技巨头大胆宣称，未来的搜索将是一个完全由 AI 驱动的世界。那在谷歌每年最大的开发者大会 Google I/O 上呢 ，CEO Sundar Pichai 宣布原本还是在测试状态的 AI 搜索功能 AI Mode 将会在本周内向所有美国用户开放。用户呢可以向 AI 提出复杂的问题，甚至加以追问，而 AI 会进行相应的搜索并回答你的提问。这无疑是外界最关注的进展啊，也是谷歌这家搜索引擎巨头在 AI 时代做出的选择。同时呢，也是它给到像 Perplexity 和 OpenAI 这样的竞争对手最有力的回答。除此以外呢，在长达2个小时的发布会上啊，我们也看到谷歌更新了一系列动态，而 AI 则是其中毫无疑问的关键词。比如 Gemini 2.5 的更新 ，XR 眼镜、语音助手。在 I/O 现场呢，我们的一个明显感受是如今的 AI 之争不再是拼谁的模型跑分高，而是拼谁能先把 AI 真正用起来。生成式 AI 的热潮正在退去 ，AI agent 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What all this progress means is that we are in a new phase of the AI platform shift, where decades of research are becoming reality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但在这些技术突破之外，大家更关心的问题是，谷歌还是那个能够颠覆行业的谷歌吗？这家公司有技术、有人才，也有钱，但近几年来推出的产品好像总差点意思。比如我们都知道，虽然 Transformer 架构诞生于谷歌但从中受益最多的却是 OpenAI。又比如说像 NobleLM 这样的产品，虽然第一次看十分惊艳，但似乎在商业应用上总有些雷声大雨点小。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借着这次 I/O 的机会，好好聊聊现在 AI 产品的竞争到底是在拼什么。咱们先来聊聊现场关注度最高的搜索。那用过谷歌的观众应该都不陌生。从去年 I/O 开始呢，谷歌就加入了一个名为 AI Overview 的 AI 生成摘要功能。虽然 AI Overview 曾经因为建议在披萨上涂胶水等回答被用户吐槽但谷歌表示这项功能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15亿。它现在也将从实验室毕业，推广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40多种语言。而开头提到的 AI Mode 则是 AI Overview 功能的一次升级，是谷歌最核心的搜索功能，结合了 Gemini 2.5 模型后的产品。谷歌呢不再是简单的给你一个 AI 总结而是可以回答复杂多步骤的问题。未来呢还会支持更复杂的体育与金融数据问题，甚至调用你的个人数据生成个性化的答案。同时 AI Mode 也加入了一个叫做 Deep Search 的功能，与 OpenAI 的深度搜索对标，在收到你的问题后生成一份带引用来源的完整报告，这相当于帮你节省了好几个小时的研究时间。那谷歌官方建议你可以在购物这种特别容易犯选择恐惧症的时候使用 Deep Search。那其实呢，我自己也发现AI 正在接管很多的购物流程，就比如说接下来这个我个人很感兴趣的功能 AI 试穿。 With AI Mode, we are bringing a new level of intelligence to help you shop with Google.AI Mode 下呢，你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 ，AI 就能模拟你穿上某件衣服的样子。谷歌说这个试穿功能可以识别不同布料、弹性和3D 形状，现在呢也已经在 Labs 当中上线。几个月后，谷歌还会推出一个自动下单工具，当商品降到你设定的价格后 ，AI Agent 可以主动帮你下单。当然需要你最后点一下确认。未来呢还会有 Search Live 功能，直接结合你手机的摄像头，让 AI 根据你眼前看到的东西实时对话，提供信息。从去年的 AI Overview 到今年的 AI Mode， 再加上各项套用多模态模型基于 Agent 的功能，万变不离其宗的都是谷歌核心的搜索技术。这也说明了一点谷歌意识到它必须重新定义搜索，才能在 AI 时代保住它的地位。过去20年，搜索等于谷歌，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进入生成式 AI 时代后，一切都开始动摇。大家还记得2022年 ChatGPT 刚上线的时候吗？谷歌当时呢是立刻拉响红色警报，意识到 AI 正在威胁它的舒适区。但那个时候谷歌其实还没有怎么动，毕竟它不是初创公司，手上捧着的呢是年营收超过2000亿美元的搜索业务，占了全公司1半以上的收入。你很难指望这样一个体量的巨头敢拿出会幻觉的 AI 直接替代稳妥靠谱的搜索引擎。
于是呢，谷歌选择了慢一点、稳一点。但是3年过去，它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啊，就是搜索这块它最核心的地盘，真的开始被 Perplexity 和 OpenAI 这样的初创公司抢走了。那自从这个 AI 出来了之后，我觉得 Google 尤其是对华尔街最大的困扰就是，随着 AI、随着 GDP 这些新的工具、新的流量入口的出现，Google 是还能不能保持它在这个 search 上面的优势地位？丢市场份额是一定的啊，但是丢到什么程度这中间要付出什么代价？就在这个月，一起反垄断案的庭审中，苹果高管 Eddie Q 承认，谷歌的搜索流量在过去22年里首次出现下滑，因为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用 AI 搜索替代传统搜索引擎。这对于谷歌的打击，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们也会在视频最后一章展开分析。那咱们说回到 I/O 这次的发布可以说呢，谷歌是在用这一整套搜索系统去守住它的护城河，因为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而更是用户习惯的重塑。但是呢，这也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大量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及与出版商之间的漫长博弈。那这接下来呢，也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那除了搜索以外呢，对于关注 I/O 的开发者来说最令人兴奋的更新应该就是 Gemini 2.5 的新功能了。谷歌 DeepMind 的 CEO Demis Hassabis 在展示 Gemini 2.5 的时候，重点强调了它能深度思考的能力。这个过程被称为 DeepThink。DeepThink 采用了所谓的并行推理技术，允许模型在生成回答之前探索多个可能的解答路径，从而提高答案的准确性。Obviously, like most of us, we get some benefit by thinking before we speak. Although not always, I always get reminded to do that. But I think that the AIs obviously are much stronger once you add that capability, and I think we're just a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right now in that sense. It's been less than a year that these models have really been out. Especially if you think about, obviously, with an AI, during its thinking process, it can also use a bunch of tools, or even other AIs, during that thinking process to improve what the final output is.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paradigm. 谷歌这次呢，还给开发者带来了2个新的订阅服务月费$20的 Google AI Pro 和月费高达$250的 Google AI Ultra， 直接对标 ChatGPT Pro 和 Claude Max 2个服务各为每个月$200。Ultra 用户呢可以使用谷歌最新的图像模型 Imagen 4和视频生成模型 VO3， 还能抢先体验最新的 AI 能力，比如自动生成带音效的视频画面。 A force, a wild, untamed might, and she commands your awe with every breaking light. 就无论你之前的那个 OpenAI 的 Sora 还是之前 Text to Image Text to Audio各种各样的尝试，其实大家都想达到目标，就是我能不能用一个把我大脑里面想象的东西变成一个电影的画面出来。我觉得终于是在 Google 的这个发布会上面，我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可以从一个 idea 变成一个视频的发布。对于大部分用户而言Gemini Live 的摄像头和屏幕共享功能也已经在移动设备上开放了。你可以边走路边拍摄周围街景，直接问 Gemini 这栋建筑是谁设计的，或者说这是什么风格。 AI 呢会基于你手机实时的画面回答你的问题，几乎没有延迟。这个功能背后依托的是谷歌的多模态 AI 系统 Project Astra， 它能理解图像、语音、文字，并与你进行自然对话。不久之后呢 Gemini Live 还将与各项谷歌的效率产品整合，你可以边对话边创建日程、生成路线或者安排待办事项。而 Project Astra 这个多模态系统呢，其实也寄托了谷歌在 AI 上最大的野心它本身呢并不是一个面向消费者的产品。DeepMind 的 Greg Wei 呢，把它比作一辆概念车，展示了谷歌对于未来 AI 助手的全部想象。它背后的目标呢，也只有一个：打造一个真正通用、懂你、能为你做事的 AI 助手。在 I/O 上，谷歌宣称 Astra 不再只是被动等用户提问，而是自己判断什么时候说话和说什么。比如呢，你正在写作业，它就能看出你哪里算错了，直接提醒你；又比如你正在间歇性断食，它甚至会在你打破进食时间前问你确定你现在应该吃东西吗？ Hassabis 将Astra 称为 Reading the Room， 读空气的 AI 才是真正的助理。Project Astra 的很多功能未来会逐步下放到 Gemini 和其他谷歌产品中，但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应用场景呼之欲出了，这就是眼镜。
其实今年 I/O 展示的硬件更新呢并不多啊，但是眼镜可以说是大家关注的主角。这款叫做 Android XR 的眼镜搭载了 Gemini AI， 在 I/O 上，谷歌展示了和三星、Gentle Monster、Warby Parker 等品牌合作开发的 prototype。Demo 上展示的几个功能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啊，包括实时翻译、导航辅助、视觉识别等等。Show me a photo of one of their performances here. Sure, here's one. Want me to play one of their songs? I'd love that. I can listen while I make my way to the stage. Great. Here's Under the Aurora by Counting Crows. Okay, who's ready to see these glasses? Here comes these glasses. 我们现在在 I/O 现场的 AI Sandbox 这个区域啊，我们刚才体验了 I/O 发布的这个 XR 眼镜，然后因为现场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我体验过后呢，跟大家第一时间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在拿到眼镜之后，第一感觉是眼镜非常轻，然后戴上之后和普通的眼镜没有太大的区别，整个佩戴的使用体验是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戴上这个眼镜呢，启动 Gemini 之后，进入了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空间，主要就是做了2个体验，一个是去看一幅油画，然后大概是和 Gemini 进行一些交流的，然后第2部分是我们去看一本书，然后或者一些物品，然后可以和 Gemini 进行一个应该是一个计划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看到书上有像德国，然后斯里兰卡这样一些国家的照片，然后可以让 Gemini 分辨这个地方，并且去做一个旅行计划。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几个想要体现的内容没有在这次的 demo 里面展现出来。比如说发布会上，谷歌会演示说 Gemini 可以在眼镜里面看到一个地图，然后可以跟着这个地图去走动。那我们想在做旅行计划的时候，想要去达成这样一个demo， 但是这个里面没有体验到。还有翻译的功能，我们也没有在这个 demo 里面感受到。那总体来说，我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新奇，也有符合我们对这 XR 眼镜的期待，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它上线的时候。但我觉得今天最难的一个挑战，其实是如何把所有的这些功能，把它 fit 进现在这样的一个全天候佩戴的，所以重量很小的电池的这样的一个 budget 里面。现在最大的一个电池，比如 Meta Ray-Ban 其实是一个不到200毫安时的电池。那我们说大一点，比如说300毫安时好了。然后我们今天的一个眼镜，我们追求的是全天候的佩戴。如果我希望我能让它运行5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待机时长，那我只能大概做到60毫瓦的这样的一个功耗。然后你会发现60毫瓦这个功耗，如果是要去做眼镜、去做 camera、去 power 它的芯片、去做所有的这些事情，还要去做所有的传输，完全做不到。当然，谷歌这次一口气发布了10几项更新，聚焦在 AI 及各类开发工具。这就比如说可以基于浏览器执行复杂任务的多模态 AI Agent Project Mariner。又比如我们自己作为做中英文内容的创作者，最感兴趣的功能之一啊，其实就是跨语言的实时转换。如果一个 AI 助手能在我们录制播客或剪辑视频时，同时把中英文内容自然的同步处理并转写，那将极大提升我们的效率。那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没法面面俱到的讲完每一项更新啊，但这可能就是谷歌这样的巨头在 AI 时代独特的优势，坐拥行业领先的模型、全球搜索流量以及强大的底层技术。那用 I/O 上谷歌自己的话来说呢，这种 scaling 可能是初创公司很难赶得上的。那对于开发者来说呢，他们又想在 AI 模型里面看到怎样的进展？接下来我们一起和他们聊聊。Google I/O 对我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 Google 对于整个模型和它整个产品的这个横向广度和纵向深度的一个整合，所以对我而言，这是让我觉得这个 Google 对于它未来的一个全面布局的一个状态。Kimiko 是 Anagen AI 的联合创始人，曾在谷歌 DeepMind 工作，参与过大语言模型评测和 AI Agent 2个关键项目。他告诉我们啊，这次 Google I/O 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谷歌展示了一个大一统模型的雏形。从广度上来看呢，只需要一个 Gemini 模型就可以执行问答、代码生成、多轮对话、图像识别、视频理解等多种任务，涵盖了开发者在不同模态下的主要应用场景。那从深度上来说呢，谷歌不仅提供了模型能力本身啊，还进一步展现了这些能力如何被落地到真实产品中，给开发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比如在搜索这个纵向应用中， AI 不仅能在云端帮助用户生成结构化答案，还可以部署到可穿戴设备。就像我们在体验 XR 眼镜的时候，只要是我们视野内能看得到的问题呢，就可以向 Gemini 提问，而 Gemini 会帮我们进行搜索。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么多更新里，其实很难看出最后哪些会在产品化上实现成功。
我觉得 Google 的产品一直是它的弱项，就是它自己也很难做出这个特别好的产品，就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觉得 Google 这一波要做的其实就是围绕着Gemini 这个非常强的这个模型在打造自己的生态。Sean Wei 是 HeyRivia 的联合创始人及 CEO， 曾经在谷歌负责语音助手项目。他告诉我们，从外部来看，谷歌目前的策略就是一次性发布大量产品，一旦发现哪个产品真正跑得出来，就可以再加大投入。就比如2023年7月发布的 Notebook LM， 一开始呢只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项目啊，但面向公众开放后却收获了大量好评，于是谷歌才开始倾斜资源。而谷歌自己强大的技术是毋庸置疑的，主要呢是有几方面优势：一是硬件生态，2是自己的云服务 Google Cloud 以及数据中心，3是海量的可以用于训练 AI 的数据，最后是强大的算法团队。那它在这个底层的时候就已经比大部分公司有这个优势了，就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公司能做这个事情。所以Google通过这1年的这个努力，变到现在这个整个的模型的第一，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那么在谷歌推出了这样所谓的全站式服务之后，那些做 AI agent 的初创公司还有机会吗？ 2C 的公司确实是影响会非常的大，随着大公司这种模型能力很大，然后大部分大公司的第一要做的就是我能不能面向 C 端我的用户能够扩大这个能力，所以针对这个 C 端的公司确实会有很强的冲击。其实这种很多打电话然后 AI agent 可能就调一个工具就能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它的本身的门槛是越来越低的。就是你如果你的工具或者你的这个解决的这个 vertical 里边，它的这个工具的量特别的少，或者它对于整个 business 这个整个 flow 的这个逻辑特别的少的话，那你确实是有可能会被大公司直接被取代掉的。与此同时，在越来越多前沿实验室推出各类大模型的背景下，也让初创公司看到了组合模型切入垂直场景的可能性。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百家齐放的一个状态，这才有 startup 的机会。正因为你评测之后，你知道不同模型可以擅长干不同的事情，所以说这才有了 startup 可以把把不同的模型整合在一起，做一个非常 complex task 来 capture 这个非常vertical 但是非常 deep 的一个 market。 那么在技术角度聊完了谷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是怎么看待谷歌这家公司的。Google I/O 首日，谷歌的股价跌了 1.5%。5月21日，也就是 I/O 的第2天，谷歌的股价开盘上涨5个点。各大银行的分析师都指出呢，谷歌的 AI 资产被低估了。I/O 期间的发力很可能就是谷歌打赢这场 AI 竞争的核心。我觉得这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它这个 full stack 全站式服务，真的是把 Google 所有 AI 的能力是真正的他也想清楚了去 leverage 去利用它现有的这么庞大的一个用户群，它这么强大的一个 distribution， 然后让现在我把 AI 的能力完全的嵌套进来，就变得特别的清晰了。就像我们视频里反复提到的那样这就是谷歌作为一家科技巨头难以被超越的地方。其实资本市场对谷歌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些突破性的技术都来源于谷歌，但是从中获益将其产品化的却总是别人。可以说谷歌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是 I/O 期间呢，谷歌似乎初步证明了将自己技术产品化的能力。然而这并没有解决谷歌的核心问题， AI 搜索可行，但能够盈利吗？过去谷歌之所以可以通过搜索赚得盆满钵满，主要是因为广告。用户的每一次搜索其实背后都有一场无声的竞价战，广告商会通过关键词付款，所以那些关于购物和比价的搜索其实都是谷歌源源不断的印钞机。但是在 AI 搜索模式下，还仍然没有一个有效投放广告的模式。我昨天试了一下这个 AI mode， 你在 Google 的 AI mode 下面去问一个问题，它给你出来结果。我昨天就问Lululemon 新出的这个 new dress， 你给我讲一讲怎么回事。你看不到任何能够放广告的地方他也没有 figure out。所以其实这就是业界的争论的点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大家找到了在这个 AI chat 里面怎么合理的去放广告收广告，这个新的机制被搭建起来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除了 I/O 期间的股价变化之外呢，谷歌今年的股价其实一直没有大幅度的突破自2月达到52周最高点后就持续回调。同时呢，特朗普4月份宣布全球关税之后，依赖于出海电商广告业务的谷歌和 Meta 其实都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也在那段时间出现了下跌。
但总体来说，5月之前股价的变化和谷歌公司本身的运营状况关系并不大。5月7日，谷歌的股价却迎来一次大幅下跌，这其中最重大的原因呢，就是之前提到的苹果高管 Eddie Q 的发言，认为谷歌的搜索业务正在遭受 AI 威胁。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啊，就是谷歌正在面临2项由美国政府发起的重大反垄断诉讼。第一项诉讼指控谷歌在搜索引擎市场中滥用其主导地位，利用与设备制造商和浏览器的默认设置协议，阻碍竞争对手的发展。第二项诉讼呢，则聚焦于谷歌在数字广告领域的行为，指控其通过收购和整合广告技术平台，非法维持其在广告市场的垄断地位。这些诉讼不仅可能会导致谷歌被迫改变其商业模式啊，还意味着谷歌这家公司可能面临被拆分的风险。当然了，这个并不代表是立刻就会有效果。这个 Google 在这方面它也是老手了，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个聘请这个 law firm 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lengthy process 啊，可能真的就5年10年我也不奇怪但是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是控方也越来越理解啊，你到底你 Google 在这个 advertising tech 这个 market 上面，你的垄断是怎么实现的？我觉得随着这么多年打，我觉得控方其实是越来越清晰的。所以这样对 Google 造成的风险也确实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市场我认为还没有 price in 这个东西啊。如果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晰，Google 真的是有风险被 break down 那我觉得会有新一轮的一个 pricing。可以看出啊，不管是从技术还是商业角度来分析 I/O 这次的发布呢，大家的共识都是巨头确实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而谷歌之前呢似乎并没有抓住这个竞争优势。那么这次的发布呢，很大程度上就像是给大众吃了一剂定心丸。但是就像我们的采访嘉宾分析的那样啊，虽然谷歌这个搜索巨头可能在用 AI 革自己的命，但是它真的还能保住它的霸主地位吗？对于这个问题，这家公司可能很难给出回答。那么就像谷歌联合创始人也是很久没有露面的 Sergey Brin 说的那样啊 I think 10 years, because of the rate of progress in AI, is so far beyond not just the web. Yeah. I mean, I don't think we really know what the world looks like in 10 years.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硅谷101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欢迎点赞、关注和转发，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想法。我是天元研究员一文，我们下期再见。